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就在昨天晚间，比特币出现了一个下跌，穿刺了一个23000点重要支撑位的一个结构。那么今天早上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么本轮的下跌的重要的原因呢，我们找到是因为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一个在周五的一个跌破。那么周五跌破之后，行情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来说，就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和8节阴线组。那么如果走出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话，那么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反弹将宣告结束它的一轮新的下跌将要开始。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道琼斯工业指数目前所在的一个支撑位是在1440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上，32500美金构成了一个支撑位。所以呢，目前行情不必过于担心那么在周一美股开盘之后，在32500点这个位置上是有可能发生一定的反弹的，毕竟呢，这里是1440均线和169均线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位。那这个支撑位不跌破的情况下，美股震荡反弹的行情还可能继续，但一旦跌破32500点，跌破1440均线、169均线，势必会引发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所以呢，这里并不矛盾目前是下跌过程当中到达一个支撑位附近，看这个支撑位能否支撑住如果能够支撑住，那比特币的行情、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行情都会得以缓和。那么今年最重要的事情仍然是加息，但是各种声音都给出来了，加息是一定的了，但是加息的幅度会逐渐减缓所以呢，目前行情处在下跌趋势当中，但是也不必过度担心这个下跌过程形成的大缺口呢，未来肯定会要进行一定的回补。那么回到比特币的行情当中来，我们看到第一轮上涨西游是由1月11日发起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分别突破了1440均线、169均线，位于19500美金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压力位。突破之后呢，进行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可以看到1月20日同步了美股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后面所有的复杂动作呢，都可以称作8节阳线组这些震荡复杂，我认为它是上涨过程当中遇到的妖怪遇到妖怪之后，这个位置8节阳线不能被杀死，如果一旦被杀死之后行情将要转换为空头状态。所以呢，在高位上我们上周在这个平头哥的这个位置上进行了一定的减仓之后呢，我认为多头趋势仍然存在。所以呢，在底部位置23000美金之后我又进行了一定的加仓动作。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多头趋势没有破坏，这个位置判断为调整，但是调整如果一旦跌破我们的底线立刻止损，暂时离场观察。所以呢，在行情当中，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上，可以看到在高位它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调到币安上币安我画出来了。在这个结构当中，我们看到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跌破，假的跌破之后发生上涨，然后出现回踩动作。当前横盘震荡的这个结构没有被完全破坏，因此呢，认为多头这个趋势依然存在，调整呢只是调整，调整之后呢，仍然有可能做日线级别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动作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8节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唐僧阳线。那么在8节阳线没有被杀死之前，行情仍然有多头的可能性特别是在这个4小时级别这个结构上它虽然跌破了4小时级别144、169但是这个结构依然存在下方呢，仍然有一定的支撑，仍然有机会反弹上来。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有补仓的动作就是在高位减仓之后这个拿出来的现金去补仓底部这个低价的筹码还是比较划算的特别是在美股目前虽然有下跌趋势，但没有完全破位144均线、169均线构成了一个支撑。那么只要不跌破这个位置，多头趋势仍然有可能存在。回到我们非常重点关注的 CFX 它的一个走势呢是非常标准的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8节阳线组、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有可能做出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我们看到小日线级别调整过度，那么它的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阴线组、8节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纷纷走了出来。4小时级别的一波通过合并 K 线可以看到的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已经完全走出。那么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有可能做的是什么呢？仍然是时间级别调整方向调整的小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出现，并且呢，在当前的结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跌落之后，底部形成平台，容易发生一定的反弹，反弹的目标位是在0.27美金
对于 CFX 来说，它是龙头币种，龙头币种是在香港板块当中的龙头啊，也就是龙头板块当中的龙头币种，因此呢，它的回踩是给我们现货行情带来了很多机会。我们知道本轮行情 CFX 涨幅最大是达到了1600%啊，也就是16倍的涨幅，16倍的涨幅过后，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必将进行一定的调整。那么4小时级别的调整呢，是一个非常微弱的调整，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调整幅度非常凶狠，达到了43%。如此大的调整过后，必然迎来一定的反弹，特别是在我们看到下方是有一定的支撑的，特别是在0.2美金附近啊，这个位置上是有支撑，然后在下方的0.16美金附近也有一个筹码支撑，因此呢，当前价格非常低廉啊，快速上拉之后，它的上行趋势不变的情况下，有可能做出的这个调整是我们进场的一个机会，在行情当中通过上涨我们获利，在上涨的一定的阶段，我们要减仓，把仓位降下来，平和我们的心态，然后在底部重新把筹码接回，然后它的这轮行情，我认为最终是非常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的。目前周线级别上走出了一个乌空阳线，走出八阶阳线，八阶阳线之后走沙僧阳线，沙僧阳线这个回踩虽然很大，但是行情在这里仍然有机会走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目标点位0.7美金。在周线级别上，非有代币这轮行情调整的非常凶险。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乌空阳线走来之后，八阶阳线这个位置直接就回踩了下来。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日线上涨的过程当中，这个大阳线上涨上来之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多的筹码密集区。那么日线回调非常凶狠的回调过后，会反复围绕这个上涨阳线做不断的震荡，甚至是形成我们常见的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画出来，只能是拟合一个。那么通过不断的回补不断的震荡回补这段上涨行情对多头带来的一个利润，对空头带来的损失，修复之后呢，才容易重新走一个接下来的一个上涨趋势同 CFX 一样，我认为它依然容易走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目标点位17美金，这里是一个阻力位非有代币呢，在这轮行情当中的表现有所滞后它的上涨时间非常晚，但是呢，它的上涨带给了我们什么呢？我认为本轮非有代币下跌幅度99%，那么在激烈下跌过后，必然迎来暴力反弹。超级主力容易做出的动作是吸锁拉洗太阳套杀。那么吸这个动作，它会有一波拉升；锁这个动作呢，它要锁定筹码，把高位进场的筹码进行一个套牢，同时呢，摊低自己进场之后的成本超级主力进场也是需要成本的，摊低成本之后再次拉升。所以呢，非有代币这轮行情快速下杀之后，就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反弹当中不断冲出新高所以呢，当前点位6.7美金是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通过你追高进场之后，在下方一定要补充你的仓位补充你的仓位，让你的成本降低下来之后，在后面的行情当中容易获得接下来的利润。我们这轮行情可以看到 OKB 显示的是非常强势特别是在周线级别上已经完成了2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并且周线级别始终没有跌破144均线、169均线，证明 OKB 是市场当中最强势的币种之一。那么 OKB 它的发展，我认为也在未来会有所表现不断创出新高之后，甚至有可能追上BNB 追上 BNB 国际一线主流的 CEX 交易所的平台币那么这轮行情一定要关注的肯定是 OKB 那么这轮调整我们看到 OKB 的调整幅度非常浅，只有20%不到。那么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它依旧可能围绕它的这个50均线、10均线继续缠绕式上涨，并且呢，我们看到这轮它是走出了一个长牛的状态这个长牛起始于22年9月份，这一段时间比特币处在上涨趋势过程当中，但是在11月份比特币就出现了下跌，它跟随下跌之后不断创出新高，证明是一个长牛币种。长牛币种呢，可以缓慢布局，在布局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耐下心来，摊低自己成本它的一个上涨趋势，我们可以看到140均线、169均线和50均线、10均线基本上出现了一个发散式平行的结构，证明它是一个弧形式的上涨可以多多关注的币种长牛币种一定要关注，一定要有一些仓位那么好，由于今天是周末，所以今天简短说了一些那么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感谢大家，再见。